什么？台风的威力竟恐怖如斯！一个成熟的台风每秒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引爆6颗广岛原子弹。最近台风美沙克、巴威连续肆虐，对过境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我们从感官上知道台风很强，破坏力很大。风力实在是太强了，我整个人都快被吹飞了，居然抓住那个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但是你知道从数据层面上来看，台风到底有多强吗？一个典型台风每天释放的热能约为 5.2 乘10的19次方焦耳，相当于全球人类所有发电厂的总和。它的风速可达每小时300公里以上，掀起的巨浪超过15米，带来的暴雨能在1天内倾倒相当于1年的降水量。但台风不是怪物，它是地球气候系统的一部分，是热带海洋与大气之间能量交换的自然方式。了解它而不是恐惧它，才会有利于在它的力量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本期我们将从科学的角度全面认识台风，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头狂暴巨兽。台风和飓风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热带气旋，区别只在于它们发生在哪里。西北太平洋包括南海称为台风，北大西洋和东北太平洋的称为飓风，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则称为气旋。它们都是热带海洋上发展的低压涡旋系统，核心机制完全相同。台风可不是随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能形成的，它需要一系列精确的条件同时满足，缺一不可。第一，海水温度大于等于 26.5 摄氏度，这是最核心的条件。温暖的海水提供大量的水汽和热能，这是台风的关键燃料。当海水温度达到 26.5 摄氏度以上时，海面蒸发的水汽足够多，上升过程中凝结释放的前热才能驱动整个系统。第二，热带海洋的深度要大于等于50米，光表面热还不够，整个水层都要够暖和。如果深层海水太冷，台风搅动海水时就会把冷水翻上来，切断自己的能量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台风经过的海域海水温度往往会明显下降的原因。第三，离赤道至少纬度5度，大约550公里以上。听起来似乎很奇怪，赤道附近海水最热，为什么台风反而不在赤道上形成？因为需要科里奥利力，也就是地球自转产生的偏转力。在赤道，科里奥利力几乎为0，空气只会向低压中心汇聚，无法形成旋转。只有在离开赤道足够远后，科里奥利力才足以让气流偏转，形成旋转的涡旋。第四，需要较弱的垂直风切变。垂直风切变指的是不同高度的风速和风向差异。如果高层风太强，会把正在猥琐发育的台风吹歪吹散，热量无法集中，系统就会被破坏。形成台风最佳的条件是从海面到12公里高空的风速差要小于每秒10米。最后就是台风的形态，台风就像一个烟囱，底部吸入空气，顶部需要把空气排出去。如果高层大气是向中心汇聚，烟囱就被堵住了，台风就不能做强做大，高层空气向外扩散才能保证这个系统的持续呼吸。这样看来，形成台风的条件其实还蛮苛刻的，感觉稍不注意，这风崽子就夭折了。但这玩意儿就是个概率问题，和高考似的，题目再难也总有人高中状元。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台风的一生是怎么从人畜无害到面目狰狞的蜕变过程。刚开始它还只是众多热带扰动中的其中一个，这是台风小时候，由于海洋表面温度高，空气受热上升，周围空气向低压区汇聚，在科里奥利力的作用下，气流开始旋转起来。此时还只是一团混乱的云团，风速不超过17米每秒。随着更多水汽凝结释放潜热，中心气压继续下降，对流变得更加有组织，这个状态叫热带低压，风速也达到17到24米每秒。此时气象部门会给它一个编号，当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到24米每秒时，它正式升级为热带风暴。从这一刻起，它就领了身份证，拥有了自己的名字。随后风速超过120公里每小时，对流云带更加清晰，螺旋结构开始显现，这个等级叫做强热带风暴。成为台风的特征是风速达到42米每秒以上，此时就有可能出现台风眼，外层狂暴肆虐，中心区域风速反而极低，天气晴朗，像一个巨大的眼睛。台风眼的出现标志着台风进入了成熟阶段，一旦风速超过51米每秒，就叫做超级台风，这也是我国标准中的最高等级。此时的台风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热机，中心气压可低至900百帕以下，大圣来了也扛不住。
台风虽恐怖如斯，但是台风眼却呈现了一种既神秘壮观又惊心动魄的美。设想一下，当飞行员从狂风暴雨闯入到台风的中心，突然豁然开朗，出现一片直径10到60公里、宁静祥和的圆形区域。这里无风少云，甚至能看到清澈的蓝天。下方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中心却是一片平静的天空之城，将是何等的壮观！此奇景的形成是离心力与气压梯度力的动态平衡。空气在高速旋转中被甩向外围，中心区域空气下沉，温度升高，水汽蒸发，云随之消散。而台风的眼壁则是风力最强、破坏力最大的区域，最大风速通常就出现在眼壁内侧。由此，我们就得出了台风的模型。一个成熟的台风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系统，最中心是风眼，直径一般为10到60公里，风速小，天气相对平静。内壁也叫做眼墙，是围绕风眼的环形区域，风速最大，对流最强，降雨最猛烈。第三层结构是从中心向外延伸的螺旋雨带，将会给所过之地带来间歇性的暴雨和强风。最外层的台风外环影响的范围虽然很广，可达数百公里，但风速已经逐渐减小，破坏力明显降低。本轮登陆的巴威，巅峰强度为超强台风，最大风力达17级以上，约62米每秒。截至发稿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变性为温带气旋，停止编号。有些台风的体积不大，但绝不代表影响低。部分小型台风虽然范围小，但中心气压极低，风速极高，破坏力反而更强。我国是受台风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往年的记录，我国大多沿海省份都有过台风登陆，如2014年在海南文昌登陆的台风威马逊，登陆时最大风速达70米每秒。2024年同样在海南文昌登陆的摩羯，登陆时最大风速约为62米每秒。还有2006年在浙江苍南登陆的强台风桑美，最大风速也达到了60米每秒。台风山竹、梅花、彩虹、利奇马、莫兰蒂等这些尺寸大小不一的强台风，都给经过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灾害和严重的经济损失。这些台风的名字听起来简直奇奇怪怪，到底是谁给他们起的名呢？他们的命名又是否有规律呢？有的啊，我的朋友，有的。在早期，台风确实没有正式的名字，气象学上一般用经纬度坐标或者年份来标识它们，比如1959年第15号台风。但是这种方式既不直观，也不便于公众传播。从1945年起，美国军方开始用女性名字命名西北太平洋台风，后来在1979年又加入了男性的名字，但这种方式又存在一个文化差异问题。西北太平洋地区涉及多个国家，用欧美人民显然不合适。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决定建立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命名表，由这14个成员国和地区每人各提供10个名字，共140个名字，加上编号进行轮换。140个名字按顺序循环使用，从1号到140号，用完再从1号开始。按照每年大约有25到30个台风生成，所以一份命名表大概可以使用5到6年。不过这也得在台风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如果说某个台风造成了特别严重的灾害或者人员伤亡，台风委员会可以决定将其开除，推出去斩首，让这个名字退役，然后再由给他取名的国家提交一个新名字来替代。例如2017年台风天鸽袭击澳门，造成了重大损失，已被除名。2018年台风山竹重创华南和菲律宾，也被踢出了名单。其中有2个和台风名相关的事件还挺有意思，一个是悟空，这个名字已经是5朝元老了，曾经因为强度变化剧烈，走位太骚，被开会讨论，但结果只是记个大过，没有开除他。所以这个名字至今也还在名单上。按轮转周期来算，下一次出现悟空应该是在2029年左右。毕竟大圣嘛，师门太硬，实在不好办，那就别办了。另一个是中国提供的名字龙王，因在中文中感觉就是下不完的雨，不吉利，于是在2005年改名为海王。这些只是聊到台风时候的一些趣味小知识，简单了解下即可。台风是地球最强大的自然力量之一，人工手段无法阻止它的肆虐，目前不能，以后可能永远也不能。至少在击败三体人之前，人类的科技应该是做不到。科学界的共识是，与其试图消灭台风，不如提高预测和防御能力。虽然它带来的不完全是灾害，它还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台风能把热带过剩的热量输送到中高纬度，带来降水，维持生态平衡，让缺水的地区减少干旱，让两极不那么冷，让赤道不那么热。但台风又确实是致命的，历史上台风造成的死亡人数以百万计。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伤亡最惨重的是1970年的波拉气旋，这次灾害造成了50万人死亡，并最终促成了孟加拉国的诞生。这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这里就不再赘述。好在现代台风监测体系早已成熟，我国通过气象卫星、气象雷达、浮标和船舶观测、数值天气预报等手段，已经能非常准确地预报台风和检测台风的运动轨迹。现代科技让我们能提前数天预测台风路径，预警系统让数百万人得以安全转移，基建工程的优势则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坚韧。即使在被台风侵袭过后，我们还有坚强不屈的人民，冲锋向前的子弟兵。我们既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众志成城，更有灾后重建家园的勇气和能力，这就是我们对抗灾难最大的底气。